夜幕低垂，原以为早已无人的城镇却断续传来哭声。瘟疫医生正设法从死神的手里抢救病患们，被救回来的人们无不对瘟疫医生充满感激。然而更多时候，瘟疫医生所到之处只留下悲伤的啜泣或是全然的寂静。有好几个瞬间，我仿佛听到了铜币掉落敲击桌面的声音。我由衷的希望死神不是靠着铜板来决定生死，尽管所有人都难逃一死。欢迎来到 Vitamos， 这里除了瘟疫和绝望，什么也没有。在中央设置的部分，将人物牌依照牌背颜色洗混分成3堆，生死牌放在附近，保留足够的空位放置2列的牌。将小丑任务牌拿出来，并从任务牌堆中随机抽取2张任务牌，在这2张任务牌上面分别放上1枚1与1枚2。接着看到玩家的设置，每位玩家拿取下面的东西，拿取1组特权标记，总共4片与1枚生死币。根据人数依照表格拿取这么多的阵营片，洗混之后随机发给每位玩家1片，若有剩下的直接面朝下移除。每位玩家随时可以查看自己的阵营片。最近看过医生或者玩过 Payday 2戴过这个面具的人，当作起始玩家，拿取瘟疫医生金属标记与1张回合标记板块。设置就到这里，接下来看到游戏介绍的部分。游戏的目标非常单纯，每轮会有1个人物进来，玩家将投票决定此病人的生死，根据自己拿到的阵营片完成对应任务牌上的目标，率先达成目标的阵营获得胜利。若已无人物牌之后皆无人达成胜利条件，则本场游戏无人胜利。在进入游戏流程的解说之前，会先看一下角色的初步解说。牌背是此角色的分类，分为贵族紫色的、平民绿色的以及奴隶黄色的。下方为此牌堆中真正的配率，可以看到贵族中混了1个平民以及1个奴隶，这是因为人物牌翻出来不一定是牌背显示的阶级，因此每张牌的牌背叫做参考阶级。接着我们看到牌面的部分，左上角就是牌背的参考阶级，而这张牌牌面的底色才是这个人物真正的阶级，也就是真实阶级。下方为本牌能力，游戏中随时需要注意这些人物的能力，能力会放在后面的环节再做补充。初步解说完之后，就可以进入游戏的流程了。一轮游戏中包含3个阶段：看诊、仲裁与裁决。每轮结束后，看是否达成目标。看诊的部分，有回合标记的人选择从某叠牌库翻开最顶的那张牌，查看之后选择放到裁决区生死板块的正中央。此时还没决定这位人物的死活。之后，同一位玩家将手上的瘟疫医生金属标记放在生或死牌上。医生标记基本上就是打破平局用的，玩家可以选择把它当作 0.5 票来计算。放完之后进入仲裁阶段，所有玩家将生死币握在手上，太阳朝上便是希望这位人物生，月亮朝上便是希望这位人物死。所有玩家都握好之后，回合标记拥有者的左手边那位玩家开始顺时针逐个决定是否发动特权板块。每位玩家可以选择不要用特权，但若要使用，仅能使用1片，且不能对自己使用。且一轮中1个对象，不管这个对象是玩家还是瘟疫医生指示物，一轮仅能被1片特权板块指定。若玩家选择使用特权片，将这个特权板块放到指定的对象前。特权板块有下面4种：未必，指定对象本轮投票结果视为2票；封锁，指定对象本轮不公开投票结果；翻转，指定对象本轮硬币相反，也就是太阳变成死，月亮变成生；死神，这个特权标记仅能指定瘟疫医生，本轮的瘟疫医生算 1.5 票。一路询问到回合标记玩家自己也决定好是否使用特权后，所有玩家便公开硬币，但要注意被封锁的玩家不要公开，直接收回。都公开之后，就会进入裁决的阶段。根据开票结果，票数多的人便决定此次人物的死活，将此次人物上推或下推，代表的他是生的还是死的。结束之后，判断阵营的胜利条件是否有达成。若都没有人达成，则将回合标记与瘟疫医生指示物逆时针的传给下一位玩家，并重新开始一轮。以上是维塔缪斯游戏的流程。下面看到游戏中其他的解说。在任务的部分，小丑任务是根据场面的玩家数量，只要 N 个回合内没有其他阵营获得胜利，小丑阵营就自动获得胜利。再来是慷慨与残酷。在连续的4轮中，其中有3人是存活或是死亡的。下面是平等与尽责。存活或死亡的人中有连续3张阶级都不同，无视中间死亡或存活的人。偏爱与不公。所有存活或死亡的人物中有3张的实际阶级相同。任务解说完之后，下面是人物的能力，每个人物牌都有能力，这边就不特别一一细讲，我们直接列在画面上面，英文和日文的也一并附上，有需要的话请自行暂停观看。
其中要特别讲的是人物牌下方这种面具符号，这代表着此人物没有能力，或者说此人物的能力就是他牌面真实阶级与牌背的参考阶级不同的意思。以上是维塔缪斯所有的规则，下面看到游戏的心得总结。维塔缪斯毫无疑问是一款阵营游戏，但与一般阵营游戏较为不同的点是，游戏中较多时刻是不需要多语的。看起来很随机的游戏规则，其实隐藏着许多需要计算的成分。如果桌友们在寻找一款不用如此嘴炮，但又可以稍微算计的阵营类型游戏，这款想必是一款不错的选择。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话，请帮忙按订阅、喜欢和留言。每个礼拜二晚上给肥龙一盒桌游频道都会有新影片。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